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这一期呢，我们接着分享大卫。那么今天我们用的题目是颠覆你的认知。那么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的31节到40节。那么前面的经文我们已经用了2期，把17章的前半部分跟大家分享完了。那么接下来的这2期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这一期算是大卫闪亮登场了，而等到下一期就是17章的重中之重，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真正的对战。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一章的时候都觉得后边大卫和歌利亚真正的大战才是重点。但是呢，我觉得在大卫出场的这一段，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一段，对于后边大卫击杀歌利亚，我们才会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这一段经文都是把它理解成一种铺垫，一种前期的叙述，而没有逐字逐节的去研究它，我觉得最后你得出来的结论往往就是错误的。所以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准确的理解了这一段，你才能对大卫有一个比较立体和直接的认识。否则，那么当你看完这一段的时候，人家怎么解，你就会怎么去信。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圣经的电影、绘画的作品，那么当你看完这一段的时候，你能在这些影视作品或者这些绘画作品中看出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是错的吗？或者说呢，当你看完这一段以后，你去听一些牧师讲道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听出来哪些牧师讲的是对的，哪些讲的是错的呢？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对31节到40节这一段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认识，我觉得对你理解整段的经文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下这段经文都是怎样讲的。撒母耳记上17章31到40节，我们大致呢还是把这段经文分成3段，那么我们读一段，跟大家呢解一段。首先我们看31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好，我们先看31节到33节。那么首先这里提到有人听到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那么大卫说了什么呢？那么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大卫到处的打听，说打败那个非利士人会得到怎样的奖赏。有人就告诉他，如果能把那个非利士人杀他，王呢首先给你一笔巨额的奖金，除了金银财宝之外，还可以当王的女婿，也就是王把女儿还要嫁给他，并且呢除了这2样之外，他附加就不用交税了。这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极具诱惑力的大奖。但是为什么歌利亚在阵前角落40天没有人敢应战呢？那就是当机会掉下来的时候，不见得谁都能够把握得住，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没那个本事。这个非利士人的确是看上去太吓人了，以色列人中看到他都是极度的惊慌。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有个叫大卫的，不仅四处的打听，而且呢
一定是放出话来了，说我要跟他去打，我能把他打败。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慢慢的传到了扫罗的耳朵里。可能有仆人跟扫罗说王，今天不一样，今天好像有人要应战。那么扫罗一定是很高兴啊，40天了都受这份的窝囊气，但是今天好像底下有骚动，有人说要应战，那扫罗一定是跟下面的人说，赶快把那个人叫来，我看看他到底什么样子。接下来呢，大卫就闪亮登场了。大卫就站到了扫罗的对面，就说我要去跟那个人打。但是扫罗给他的回复却是泼了一盆冷水。那么在这里，扫罗对大卫所说的是，你不能去跟那个人打，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如果这句话单独拿出来说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卫是一个小孩子，而对面的那个非利士人从小就做战士，而且非常的厉害。如果单独拿这一段来分析的话，我们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大卫这个时候年纪还小。所以大卫对战歌利亚的时候，到底大卫的年纪多大，至今还是有一个争论的。那么普遍来说，大家认为大卫的年纪应该在13到20岁之间，但是13到20岁这个跨度也是有一点大了。我们之前说过，以色列人中20岁以上的才能随军打仗，那么这个时候大卫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军队中的作战编制，因为之前他进入军队的时候是作为给扫罗弹琴的，帮助扫罗抬兵器的，也就是一个军队中的杂役，而不是作战部队。而后来这一段我们又看到大卫好像又变成了一个通讯兵，一个运粮的后勤兵，大约是这样的一种角色，所以他不是作战部队。那么结合于这一点来分析，很多人认为大卫当时的年纪应该不会超过20岁。但是下限在哪里呢？大卫到底这个时候多大呢？如果单纯从扫罗的表述来看，大卫应该是很年轻，因为扫罗说你年纪太轻啊。但是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好吗？如果我们回到原文来看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原文中年纪太轻这个词，它的原意是少年人，所以保罗说的这句话是你是个少年人。但是少年人到底是多大年纪算少年人呢？一般来说，在希伯来文中，少年人这个词涵盖从出生的婴儿到青年，也就是说这个词所涵盖的年龄跨度是很大的。创世纪41章12节中提到说，帮人解梦的那个约瑟是一个希伯来少年人。那么当时约瑟帮人解梦的时候已经30岁了，所以说呢，少年人这个词起码可以指代一个30岁的成年人，所以这个词放在这儿可能并不是指的大卫的年纪太轻，因为少年人这个词也有缺少经验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卫要出来跟歌利亚打仗，要跟他决斗，扫罗说你经验不足，因为你并不是作战部队的战士，而那个歌利亚他从小就在一线部队作战，所以这里很可能是扫罗担心大卫的作战经验不足，而不是在说大卫年纪的问题，而是扫罗看到他随军的杂役来了，一个通讯兵、后勤兵，一个抬兵器的，他说你作战经验不足啊，那你怎么去打仗啊？所以扫罗在这里提出是这样的一个质疑。那么
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之后，大卫是怎样应对的呢？我们从34节开始看，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其实经过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一段是大卫对扫罗质疑的回复。你不是说我作战经验不足吗？现在我告诉你，我放羊的时候，狮子和熊来了，我都能跟他过招，而且呢，我不仅能从狮子跟熊的口中把羊羔救下来，如果他要攻击我的话，我能把狮子跟熊都打死。那么狮子和熊我都打得死，那么对面这个非利士人只不过也就是相当于狮子和熊的这个体量。所以大卫的回答就是告诉扫罗，我的作战经验很丰富的，连狮子跟熊我都打得死，打这个人也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里，根本扫罗所质疑的并不是大卫的年纪，而是大卫的作战经验。而我们从大卫的回答可以看出，大卫在放羊的时候的确是比较凶险的，这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工作，而且大卫在这个危险的工作中做的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大卫能够杀死狮子和熊，而且大卫杀死狮子和熊的方式几乎就是肉搏战，是近距离的，大卫是要追上狮子跟熊，而且呢还揪着他们的胡子把他打死。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这里能够说明的问题是，大卫当时一定是非常结实非常健壮的一个身材，绝对不是瘦小枯干的身材。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最后击杀歌利亚的时候用的是甩石，那么把歌利亚用甩石的方式把他打死，然后抽出歌利亚的刀，砍下了歌利亚的头，这个是远战。而这里大卫所表述的是，他杀死狮子和熊的时候是近战。你能够想象一个瘦小枯干的青少年可以近距离的跟狮子跟熊搏斗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大卫的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身材壮硕的，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个肌肉男。那么如果他的身材能够如此的健壮，也就是证明他的年纪不会太小。因为我们看到当16章中的记载，扫罗被魔鬼攻击的时候，扫罗的臣仆就向他推荐大卫弹琴，可以帮助扫罗。那么他的臣仆所描述的大卫，就是说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又是一个战士。那么在大卫上战场之前，其实已经有扫罗身边的人知道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一个战士，这就证明大卫绝对不是一个小孩子。可能大卫在军队中算是非常年轻的，但是他一定是一个身材非常壮硕的人，就是说起码从直观的感觉看上去，这个人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扫罗从来没有质疑他的年纪，而是质疑他的作战经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很多的圣经画作都是把
大卫化成一个小孩子，然后歌利亚几乎是他的身高2倍、3倍。那么扫罗的军队能够允许一个小孩子替大家去作战吗？这第一不符合神的律法，第二，如果一个小孩子去对战歌利亚的话，那无疑是送死。那么扫罗的这点经验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当大卫站在扫罗面前的时候，起码扫罗觉得大卫身材很好，很结实，很健壮。但是扫罗觉得即便如此，应该也没有办法战胜歌利亚。所以呢，大卫就对扫罗说，我曾经的过往的经历，狮子厉害吧，熊厉害吧，那些我都能一个人单挑把他打死。所以今天打这个非利士人也应该没问题。所以大卫是用这样的话说服了扫罗。接下来扫罗就说，那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着杖，又从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去迎那非利士人。那么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扫罗把自己的衣服给大卫穿。我们知道扫罗身材很高啊，扫罗比以色列众人都高一个头。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人成年男子的身高不过是在1.65米左右，扫罗比他们都高一个头，证明呢扫罗起码也是1.83米、1.85米这样的身材。扫罗是一个很高大的人，但这个时候呢，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大卫没有说这衣服太大了我穿不了，而是说呢，我平时没有穿惯这些东西，穿上之后呢行动不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大卫就算没有扫罗那么高，起码大卫也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了。因为大卫家他的3个哥哥都是身材蛮高大的，所以我估计这个时候大卫起码也是1.7米几的身高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3、14岁的孩子，15、16岁的孩子，当然今天呢人的身高普遍都比较高，今天14、15岁、15、16岁的孩子长到1.7米几，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在古代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普遍来讲身高还是比较矮的。所以在这里也能侧面的看出来，大卫虽然没有扫罗那么高，也比扫罗矮不了多少。所以大卫这个时候绝不是一个13、14岁、14、15岁的小孩子，应该是一个18到20岁左右的壮年的小伙子了。所以从大卫的年纪，从他壮硕的身材，都是一个看上去是合格的勇士和战士了。没有人在这方面对大卫提出过质疑，只不过扫罗所质疑的是你可能作战经验不足。这就是我们这一段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那么紧接着大卫就在做战前的准备，他把这些个扫罗给他的装备都脱下去了，手里拿着杖，而且呢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手里又拿着机弦。而这5块光滑的石子，我看到很多人的解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甚至呢有些人对这一段的解读是非常非常属灵的。那么大卫为什么要挑选5块光滑的石子呢？这与后面的作战有关，而后面的精彩内容我们
下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同在，我们下期见。